为什么近代500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科技、制度、思想等等方面的创新几乎为零？中国人集体无意识地因循守旧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因循守旧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因循守旧，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确切地相信，已经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古代圣人带着无比的崇敬，谈论着更古代的圣人。孔夫子说他不是一个创始人，而是一个继承者。他的天职是把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长期被忽略的和被误解的，收集起来。正是他在完成这项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和才能，使他成为这个民族非凡的圣人。正是他的崇古、述古，构成了儒家成圣学说的基本主张。按照儒家的道德理论，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是盘子，百姓是盘中的水。只有盘子是圆的，水才是圆的。若盘子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根据这种理论，只有明君统治的时代才有美德的盛行。尧舜时代夜不闭户，因为没有盗贼。路上丢失了东西，最早看见失物的人会守候在那里，并与其他来人轮流守候，直到失主完好无损地领回失物。这些事就连大字不识的苦力也会对我们说起。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对现状不满的倾向，并非只有中国或中国人才有，世界各国都同样有。只有在中国，这种倾向似乎更为严重。人们相信，古代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保留在经典作品中，而今天只是继承而已。因此，这些作品被当作纯粹的偶像。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经典，就像正统的基督教徒视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以为其中囊括了过去最高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到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而中国儒家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基督徒与儒家都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还想更好，那是不可能的。正如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用圣经的经文为圣经作者从未想过的事辩解一样，儒家学者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行为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的源泉。古代经典铸就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体。无论这种政体的质地如何，至少它是经久耐用的。自我保存是个人同时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运用，最后仍然适合，这种统治方式就可能被奉为经典。如果某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对中国的政体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有清楚的了解，并成功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一桩惊人的发现。从他的发现中，我们肯定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中国几乎没有经历过其他民族所经常发生的那种政体改革。曾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工匠砌一堵石墙，墙有6尺厚4尺高。问他原因，他回答说，这种墙若是被风吹倒，反而会更高。中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为它是一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用脚走路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学说。结果是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拙劣于古人。在这里加一句，直到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有大批的小粉红主动地无脑地为他们做辩护。这些小粉红很像生活在清朝的人。好，继续回到这本书。有了这些清楚的认识后，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盲目固执地遵从过去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来说，习惯与道德是同一回事。
因为他们同出一源，本质相同。这种看法与古罗马人是一致的。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他们无需从最终的意义上理解这些风俗习惯，或者严格地说，完全理解他们，而只要像母熊保护他们的幼崽一样，出于本能地坚决予以维护。这不只是中国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值得注意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而且并不用于规范自己生活的信仰。中国的风俗习惯，正如中国的语言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如同人的言语，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习惯与语言形成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风俗习惯，可用于说明常言所谓的十里不同俗。同样也会听到有令人莫名其妙的方言。风俗与方言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就会像形成的熟石膏，即使打碎了，也还是不会改变。按理说是这样，但实际上肯定会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没有哪一种风俗习惯是永恒不变的。在某种新的条件下，改变总会发生。下面的事例最能说明问题。清政府曾经在中国国民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方式，绝大多数人极力反对这种改变，宁死不从，但满族人却一直是这样做的，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表现出他们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削发方式。推行新的削发方式的结果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莫过于他们的辫子。至于对清政府这一做法的仇恨，只是残存于广东、福建本地人曾用来遮盖民族耻辱的头巾中。佛教进入中国，只是在一场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中才得以实现，而一旦完全扎下根来，它就像土生土长的道教一样难以替代。中国的风俗习惯从最初形成到今天的样子，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基本的假定，这就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长期形成的习惯是一种专制，无数人遵从习惯，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做的原因。他的职责是遵从，并且他遵从了。在中国，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因地区不同而有极大的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成千上万做过三大宗教所有仪式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信仰，就像他们不懂埃及象形文字一样。若是问起某一宗教成规的原因时，通常只有两种回答：一是认为与上帝沟通的各种做法都是古人传下来的，肯定自有其牢靠的根据；二是认为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也应该这么做。在中国，是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转动机器。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只要遵从准没错。蒙古人有一个习惯，任何人只要有鼻烟，就会分给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小的烟盒，遇见朋友，他就拿出来，即使盒内的鼻烟已经吸完，他也要把烟盒递给朋友。他的朋友会装着从中拿起一撮，然后把盒子送还主人。如果客人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体统，而按照适当的习惯去做，则会保全主人的面子。这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惯例，在许多特定的场合都只能是这样。珊瑚虫早已经死了，但留下了珊瑚礁。为了避免翻船，行船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航线，从而才能避开这些珊瑚礁。始终如一地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并非为中国人所特有。印度的苦力习惯地用头顶着东西进行搬运，并且用同样的方法为修建铁路运土。承包商叫他们用独轮车，苦力们反而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与印度苦力一样。一位住在巴西的外国绅士要佣人去寄一封信，他惊奇地看着佣人把信放在头顶上，再压上一块石头。思想过程的僵化导致行为模式的僵化。中国人做事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事例。最初教厨师做布丁时，打开第一个鸡蛋时把它倒掉，后来这个厨师每次做布丁都把第一个鸡蛋打开后倒掉，拿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要裁缝照样的做一件新衣服。
结果新衣服上也缝了一块补丁。说这样的故事并不在于夸大中国人的某种特性，但却是非常真实的事实。每个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举出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因循守旧的确难以理解，除非我们明白了他们的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住在北纬大约25度的中国乡村，人们按照常规，冬天不穿皮衣，夏天需要戴草帽。若不是这样，那才怪呢。有的地区只有到了非常冷的冬天才烧炕取暖，如果旅行者正巧赶上突如其来的寒潮，通常根本无法说服店主烧炕，因为烧炕的季节还没到。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工匠不愿意采用新的工艺，但最守旧的莫过于在外国窑厂中的烧砖师傅。有一次需要用到比当时所流行的砖更大一点的方砖，于是外国老板下令烧制这种砖。实际上只需要准备一个尺寸稍大的木质模具就行了，但需要砖时，砖却没有烧制出来。把接受任务的烧砖师傅叫来一问，他说他拒绝参与任何诸如此类的创新，他的唯一理由是天下没有这种模具。无论对中国这个大国的未来是有兴趣还是没有兴趣，人们都会看到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会影响到外国人与中国以及与中国人的关系。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有大量很新的酒提供给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只有各种很旧的酒囊用于装酒。中国人由于天生因循守旧，几乎没有接受多少新酒，而且就是所接受的那一点点还是找新瓶来装的。中国人目前对西方各国的态度是一种拖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太想要新的，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想放弃旧的。正像我们看到古老的土屋，本该早就归还给泥土了，但却用粗糙的泥柱子支撑着，拖延着不可避免的倒塌。已经过时的旧风俗习惯和旧宗教信仰仍然被支撑着，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旧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由此及彼的变化过程可能会长期地受到阻挡，但也可能会突然实现。当初把电报引进中国时，沿海某省的英国总督禀告皇上说，当地人对这桩事抱有很大的敌意，以至于连电线也架设不起来。但是后来与法国人开战时，不仅架设电线的支架完全不同，而且有关当局还立即建起了电报站，电报受到了欢迎。不久前，许多人还相信风水，坚决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最早的铁路很短，只是建在开平煤矿的出口处。由于要经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坟墓需要搬迁，这与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看一看被一分为二的墓地，就足以使人们相信，风水与火车狭路相逢时，风水根本不是火车的对手。后来这条铁路的延伸，显然是由于财政问题才耽搁了，与风水完全无关。中国人在处理重要的事务中，既有天生的因循守旧的一面，又会有侵犯惯例的另一面。在中国，孝道总是最重要的。一位大臣的父母去世，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但是宰相则不然，皇帝会不顾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含泪申诉，而他在本该守孝的日子里，继续尽心尽责于国家大事。在中国，最不可改变的是君臣父子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然而在最近一次的皇位变更中，由于皇位由旁系亲属所继承，而小皇帝的父亲仍健在，这样小皇帝的父亲要么就自杀，要么就退休。光绪继承皇位，其父亲醇亲王就得辞官。醇亲王得病，其儿子光绪皇帝只能以探望下臣的名义去探望其父亲，既是儿子的父亲，又是儿子手下的重臣，因此还需要有某种权宜之计。如前所述，因循守旧的本能使得中国人过分地看重成规，但是正确地理解并谨慎地利用中国人的这一本能，可以使之成为外国人的重要保护伞，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与一个如此敏感、如此固执又如此守旧的民族打交道。外国人只需模仿中国人的做法，把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装着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在受到责难时为其辩护，并且想方设法坚持下去。因此，居住在内地和其他城市的外国人，只要像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明智地采取一种墨守成规的方式，就不会有什么事。险恶的暗礁对于航船似乎是一种无法通过的障碍，但一旦穿过，便可能进入一片神秘而又平静、不怕风吹浪打的环礁湖。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因循守旧这个部分，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